夜的月光洒满琴弦，我和你徘徊在寂寞耳边，轻轻吟诵回不去的从前，还有飘在空中的风筝断了线。那一夜的思念拨动心弦，爱与恨偷偷放纵了无言，见或不见，都在痛的边缘。那把为我挡雨的伞，残缺不全。月初与你相见，月落再不相见。月初无限眷恋，月落转瞬千年。开门！李浩然，我儿子呢？赶快把他救出来！您这是怎么了？寻自己的儿子，却寻到我家里来了。给我搜！有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于司寇，我说过了，人不在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边在不在？搜一搜总会水落石出的。这边干了。哎，那些不过就是寻常药材，一个大活人藏在这儿，能不被发现吗？于司寇，这是我家，你损坏一草一木，我会到王上面前去告你公报私仇。你别做梦了，你以为你还能见得到他吗？于司寇，里面只有小孩和乳娘，少爷他不在这儿。听见了吗？这么大的院子，要是于浩真的在这儿，能藏得住？好端端的一个人，平白无故的就没了，总会有迹可循的。严加审讯，我就不信你不招。来呀，把他带走！怒！放手！于司寇，你没有证据就敢随便抓人？我是赵国的司寇，掌管的就是刑律，不怕别人话一半句。押走！放手！放开，放开！于司寇，好大的官威啊！公孙将军，我劝你还是别管闲事。于平啊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你说你找儿子去外边找啊，跑这儿来撒什么气啊？他可是秦国四子的妻子，轻易损伤不得。你呀，趁着我还没发火，带着你的这群人滚蛋！押他回去严加审讯，一定可以找到我儿子的下落。我问你，是他重要还是你那混蛋儿子重要？太子可说了，留着他们，将来还能跟秦人谈条件。你说这要让你带走了，还用刑，弄死了怎么办？怎么向秦人交代？都看什么看？还不走！山水自然有相逢，咱们后会有期。撤！我东西。公孙将军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这看守王孙多年，总是有感情在的。还有那个吕不韦，他在走之前向我家中送了一笔黄金，一句话都没说就走了。我明白他的意思，他是让我多多的照顾你们。王孙跑了，这院子里以后都是女人，我不便走得太近。往后啊，若是有什么困难，你就派人去东城的小花院找我。多谢公孙将军。不用，没事，我走了。嗯。留步，留步。
吓死我了！浩然，怎么了？你把尸体藏哪儿了？我把它绑在身上，穿过树林那条人少的小道，丢进了护城河。死沉死沉的，压得我骨头都要断了。你这么干，于平一定会发现。他儿子干尽坏事，谁知道被哪个打了闷棍？哎呀，我的药！他们怎么连老母鸡都不放过，全都抢走了？混账东西，这哪是搜查呀，分明就是打劫嘛！好在我丢他下河的时候，趁机把他的钱袋给撸了下来。斯科，李浩然，你杀我亲子，此仇不报，我誓不为人。司寇，我们没有证据，还有公孙将军。现在报不了，这一辈子总是有机会的。5年、10年，迟早有一天，我也要让他尝尝这丧死之痛。今天手劲有点大呀，疼吗？怎么弄得我这么疼呢？讨厌。父亲，来啊！子楚啊，你回到我大秦这么久了，还习惯吗？有父亲的关怀，母亲的体贴，儿臣怎会不习惯呢？儿臣刚到赵国时，居无所，病无医，以为再也见不到父亲了。后来听人谈起您在赵国的境遇，过得比儿臣更加不如，却从无抱怨。儿臣便打定主意，要以您为榜样。啊？哦，好孩子，父亲听说啊，那会儿我们伐邯郸的时候，赵王差点要杀你，你不会怪罪父亲冷漠无情吧？父亲为大秦大业殚精竭虑，将士们在前线舍生忘死，儿臣不过受到一点威胁，又算得了什么？别说赵王没有杀我，就算儿臣真的身死异乡，也不敢有丝毫的怨怼。这是身为秦国王孙应尽的本分。我的儿子就是贤德。母亲，你总说我将子楚夸得天上有地下无的，这回亲耳听见，亲眼瞧见了。瞧见了，多孝顺的儿子呀，有眼力。子楚，你回秦国也有这么久了，还有什么需要的，尽管找你母亲要啊！父王若要赏赐儿臣，请再派使者赴赵，接回我的妻子和儿子。我不是没做呀，我都派出3波使者了，像我大秦血脉，焉能流落在外啊？赵王他就是不给。儿臣愿意亲赴赵国。不行。母亲的意思是，你刚从赵国回来，哪有再自投罗网的道理？不必着急，我们会再派人去，务必将人平安接回。多谢母亲。不必着急啊，不必着急。
子楚，怎么？你们认识啊？人人敬仰的王孙子楚，久仰大名，见面今日还是第一次。不过看子楚的神情，我还以为你们是旧相识呢。雅儿是魏人，子楚在赵，哪有相隔千里的旧相识？王孙，你说是吗？只是觉得眼熟，也许是有缘吧。兄长，这位是？还未向你正式介绍，这是我的妻子，也是范丞相的爱女。父亲还等着我们去拜见，请王孙见谅，我们先行一步。兄长还欠你一顿酒呢，改日我专程设宴，好好招待你，你可不能推辞啊！多谢兄长。公主呀。今日怎么有这么好的兴致？你不是被父亲留下谈公事吗？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三句话不离子楚，无非就是夸他贤德，听着腻歪。只要他想，便能让所有人都喜欢他。你说什么？喏，这些是他们今日给你送来的美人，纤细的腰肢，明亮的眼睛，是不是很特别呀？我倒是觉得他那一身雪肌柔肤，才真令人心动。将他带下去，好好装扮一下，再给王孙送来。诺。谢王孙父。你倒是大度啊，一点都不妒忌。准备用膳吧。好。你总是别出心裁，想出许多美食，让我看看，今日又有什么好吃的？王孙，你不是喜欢那一身雪白的肉吗？所以，我特意命人洗净蒸熟，献给王孙。傻瓜，那不过是制成人手形状的萝卜。你竟然连我也捉弄！属于我的东西，别说碰一下，看都不行。王孙，你既然是我的丈夫，那自然就属于我了。今日之事，若是再发生第二回，我就把它蒸熟，再送到王孙床上。你敢？我怎舍得如此下你？不过是跟你说笑而已。倒是王孙应当
早日除掉子楚，避免日后生患。王孙，邯郸传来消息，郑安平被赵军包围后，并未战死，而是选择率军投降了赵军。皇上一听大怒，要重重惩罚丞相。下去吧。诺。怎么了？是你父亲当初举荐了郑安平，邯郸之战，一度以为他战死沙场，可没想到他竟然投降了赵国。这样一来，举荐过他的丞相绝对逃不了责罚。王孙，您与我父亲本是同气连枝，密不可分，可不能坐视不管。放心吧，我自有分寸。父王，丞相入秦多年，一向是强攻势、杜私门，政绩也算卓著，就这么杀了，是不是有点儿？去把你2个儿子叫来，寡人想见一见。啊！去叫！去叫！来人，来人！快，请2位王孙进来。诺。孙儿拜见祖父。你们2个人说，范雎该不该杀？祖父，依秦律，范雎用人失当，应受株连。但孙儿以为，当依律而行，才能够震慑群臣，引以为戒。你以为呢？孙儿不敢说。说。秦律有规定，若丈夫殴打妻子，服耐刑，得剔除鬓毛胡须。当初祖母呷醋，与祖父争执，祖父失手打了祖母一下。事后，祖父的美鬓不是还在吗？可见秦律也要依人而定。混账！祖父息怒，孙儿以为，范雎虽有识人不明之过，但他多年来侍奉祖父，参与朝事公政，立下显赫功劳，将来大秦图谋大业还用得上此人。不如让他戴罪立功，也算是全了君臣之义。哦。滚！都给我滚！孙儿告退。父啊，那到底你这2个儿子，谁都不省心啊！传寡人诏令，赦免范雎。有谁再提及郑安平一案？斩！谨遵父王诏令。子楚，兄长，还有何事啊？刚才我本想为范丞相求情，可话到口中，却有徇私之嫌。没想到，我没办成的事情，你帮我办了。还得多谢你啊！祖父结识范丞相之时，内有太后穰侯专权，外有强敌虎视眈眈。范雎一手扶持祖父，排除内忧外患，成就秦国大业。如今犯了些许小错，祖父又怎忍心伤他？他召见我们，就是想让我们给范雎求情，趁机下梯子罢了。好啊，没想到你比我还要了解祖父的心思。不论如何，这个人情
我记下了。明日我设宴，专程招待你，你可一定要到。兄长一片盛情，子楚却之不恭。明日王孙子熙会设宴款待你。你有什么想法？我敢打赌，明日他定会广邀群臣，做出一副兄友弟恭之态，以显示他的大度宽容。王孙又何必配合他演戏？大可不必理会。不，既然已经答应了，那明日之会，我非去不可。那我陪你一道去。你笑什么？我突然想起浩然说过的一句气话，他说：“咱俩搭配默契，让咱俩一块儿过。”可是没有浩然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哼，少什么？他不在，没人骂我，也没人夸你，寂寞呀。来来来，今日我们不醉不归。来，请。子楚，来喝酒啦！你能平安归来，兄长心里开心呐。哟，怎么了这是？才饮了2杯，就摇摇晃晃啊？兄长，我实在是不胜酒力。别说2杯，往常是1杯，我就倒了。这哪行啊！我跟你说呀，子楚，咱们秦人呐，爱酒上瘾。你这身子骨本来就弱，如果连杯酒都喝不了，传出去是要让人笑话的。王孙不胜酒力，不如我代饮一杯。哎呦，吕大人，酒量不好，勤加练习，很快就会有所进步。今天呢，谁也别扫兴，大伙儿开怀畅饮，不醉不归啊！好，来，子楚，各位来，请。好酒，多谢兄长。好，这才是真正的迎秦子孙。怎么了？哎，王孙，子楚在赵国为质时曾受过伤，不能饮酒过度。哎，我早已痊愈。今日兄长精心设宴，一片好意，我怎能扫兴呢？只是兄长，你这力气未免也太大了，再拍一下，我怕是要起不来了。是兄长不知内情啊，兄长的错，兄长再也不拍你了。咱们喝酒。各位大人，你们是不是也上来每人敬子楚一杯啊？好，来，臣敬王孙。王孙，子楚，父亲，跪下！父亲，我要你跪下！儿臣邀请子楚饮宴，绝非有加害之意。此番子楚中毒，一定是有人故意设计陷害儿臣。你无非就是说，子楚施的是苦肉计。子楚他现在命在旦夕，他可以拿天下所有的东西去赌，可他会拿自己的命去下注吗？你呀，
去！禀夫人，是银环蛇的蛇毒，毒性极强，无药可解。银环蛇？那子楚啊，我从镇鸟的会上刮下来少许粉末，以毒攻毒，才算救了王孙的命。不过，这毒性已深入肺腑，王孙可得休养好久了。那就请您多费心了。诺。没事就好。我开始还以为是子楚故意服毒，想要陷害子熙，没想到竟然是真的。这个子熙当真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当众毒杀子楚。我看他全是仗着太子的宠爱，想要独霸秦国。你先好好照顾子楚，这笔账我们以后好好算清楚。诺，恭送夫人。子楚，子楚，子楚，不要告诉我母亲，你也太冒险了。这世上做戏的人多了，又有谁会给自己下银环蛇毒？他们又怎会想到我中间会了一时，抢先配好解药呢？太子殿下若是不信，岂非白忙一场？没听华阳夫人说吗？连她都怀疑我是假货。若不毒入肺腑，命在旦夕，如何取信于人？打蛇要打7寸，只有哀兵之策，才能打动父亲，更能震慑群臣。从今往后，子熙的酒宴上，再不会有贵客了。只要慢半步，你会命丧当场，值得吗？所以，我不是在跟子熙下毒，而是在跟上天赌命。这一次，我赢了。怎么，中计了？消息够灵通的。看那子楚温文尔雅，风度翩翩，便觉得他软弱可欺。但想不到此人心机之深，超乎想象，稍有不慎，便会抓住机会给你一击。你以为这点小计谋就能将我打垮是吗？别做梦。他没打算打垮你，他只是略施小计，让太子疑心你，疏远你。所以，你不能再轻举妄动了。要是我不愿意呢？不愿意？现在这个情况，他就是碰破一点皮，你都是杀人凶手。太子在看着你，整个大秦都在盯着你。再不愿意，你也得忍着熬着，否则，就算是扳倒了子楚，你也当不上秦王。我怎么觉着我倒霉了？你还挺高兴的。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，你才需要我，重视我。
我当然开心了。这么说，你是要帮我呀？你是秦国王孙，我是王孙父。我想要当上秦国王后，得先把你扶上秦王之位啊！野心还不小，还想做王后？但是在当秦国王后之前，得先杀了子楚。哦，不，夫人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啊。为夫背上一时奇痒难耐，就找他抠了一下，他就抠了第一下，夫人你就进来了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夫人。刚才那个怎么回事？刚才发生何事啊？就那个人，光着呢。你们都听见太子说的了，谁看见了？奴婢没瞧见，什么人也没有啊。胡说八道！本太子亲眼瞧见的，我2个眼睛亲眼看见，真的，一个男的，光着呢。太子殿下，真没有。混蛋！混蛋！我明白了，你们这些王八蛋，你们是跟着这个贱人一起欺负我呀！太子殿下，您刚才是不是眼花了，或者看见鬼了？贱人呐！你这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呀！对，我就是和太子殿下学习睁眼说瞎话。贱人，我杀了！干什么干？都给我滚！父亲，父亲，子楚，父亲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大半夜的，为何独自坐在这里？算了，你尚未痊愈，你就歇着吧。我已经好多了。自主，你老老实实告诉我，你知道，你祖父整天骂我是个王八蛋、窝囊废。那些个朝臣们，嘴上不说，心里也笑我是个窝囊废。这秦宫上上下下，谁不笑我是个窝囊废？我问你，你心里是不是也这样认为的？说我整天被一个女人所左右，我是不是也是一个软骨头，总是被华阳牵着鼻子走？你也笑？父亲，您是大秦的太子，天下间多少美人，您独宠母亲一人。我想，真爱生惧，您是真心在乎母亲，才会为她如虎。本质上，您不是怕她这个人，而是怕她伤心啊。对呀，子楚，天下人要都像你这么想就好了。可天下人不这么想，包括那个华阳在内，整天作天作地的。我就犯了一点小错，他就闹得不可开交。
你父亲心里苦啊！父亲，别难过了。子楚，只有你最懂我呀！你是我的好儿子，好儿子啊！得了，今天父亲到你这里来呢，是有一件大事。过几天呢，你祖父要召集你们兄弟几个，让你们写一篇文章，题目是对大秦朝政的看法。3天之后，你祖父亲自来考教，到时候可别给我丢脸，争口气啊！是，父亲。子楚。祖父，孙儿写了3天，全部是讨论秦律治国之力，请祖父考教。呈上来。侧筹，侧筹，寡人的侧筹在什么地方啊？祖父息怒，我这便去换人。哎呀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祖父，这是你写的文章吧？是。寡人听说你中毒未愈，趴在榻上写了3天3夜。是。舍得吗？祖父需要便舍得。再说，文章都在孙儿的脑子里，随时可以背给祖父听。送。公孙鞅曾云：“礼法以时而定，制令各顺其宜，兵甲器备各便其用。治世不依道，变国不必法古。汤武之王也，不循古而兴；殷夏之灭也，不义理而亡。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，循礼者未足多事也。今孙儿以为，母亲，这些啊，都是子楚派人从楚国运来的上等丝绸，刚下马车就送进了华阳宫，颜色都是我帮你选的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？唉，哟，这好端端的，叹什么气呀？儿子如此孝顺，作为母亲的自然开心。可子楚自归秦以来，身边一直乏人照料。昨日太子向我提及此事，还怪我这个母亲疏于爱护，我心里难受啊。王孙妇是赵御史女，容貌出众，品行端庄，又为子楚生下嫡子。若是她能在身边照料，日子才算圆满。我为了此事不知费了多少心思，前后派去了5次使团，但是赵王就是以各种理由拒绝，硬是扣着不放人。若是1月2月便罢了，3年5年，可如何是好？难道要子楚一直空等着吗？传出去，
也会被人说我这个母亲不慈啊。嗨，这还不容易吗？不如由我做媒，从米氏的贵女中选出一个才貌双全的人，陪伴在子楚身边，这样好不好？米氏贵女，人选啊，都是现成的。思罗。子楚啊，你母亲的心事我最清楚，所以呢，早就选中了人选。本想着先入宫学学规矩，再带给你见。今天呢，妹妹提起来了，我就提前带出来让你看看。你还中意吗？子楚全听母亲安排。哟，这是一见倾心啦！母亲的关怀，儿子铭记于心，将来定会好好待思罗，请母亲放心。好，第一次婚事在赵国草草就办了，这第二次婚事一定要风光才是。是啊，儿子全听母亲的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滚！吕不韦，你僭越了。把你在华阳宫的话再说一遍。我要迎娶米氏之女。云卷风起何去？千溪流离，陌上别离。此生为情寻觅，韶华荏苒难追忆。倾城绝艳，回眸千笑，拂乱江山万里。一梦花絮，明月出尘，此生已相许。繁华落尽，看过千帆，有情若两相惜。执手相伴，青涩在于愿你我随风化倾城绝艳，回眸千笑，拂乱江山万里。一梦花絮，明月出尘，此生已相许。繁华落尽，看过千帆，有情若当相惜。执手相伴，青涩在于愿你我随风。